佳能 RF800，这可能是从参数看佳能最奇怪的一支镜头。你看，800毫米的超长焦距，f11的光圈，最近对焦距离7米。那问题就来了，这东西能拍点啥？这支镜头注定呢是一支没法在室内使用的镜头，而且呢 f11的光圈基本上就是一支日光型的镜头，它能拍点啥呢？一说长焦镜头，大家想到野生动物，拍鸟。拍鸟老大爷这事儿咱就不提了好吗？我自己连中年危机都过不去了，咱能不能拍点年轻的东西？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杂志》，我是大马毛本。这里是 Torquay， 是澳洲著名的景点大洋路的起点，也是澳洲最有名的冲浪的圣地。在我身后的Bells Beach 是每年举办世界级的冲浪锦标赛的地方。现在呢，夏季刚刚开始，到了冲浪的最好的季节，蓝天碧海，帅哥美女，美轮美奂啊！那拍摄冲浪可能是最好的题材，但是呢，冲浪者一般在距离海岸几百米的地方。那呢，拍摄这种题材，我们需要超长焦的镜头，我们需要对焦和连拍出色的这个相机，而且呢，我们还要背着相机在这个礁石上跳来跳去找最佳的拍摄位置，对于相机的便携性有一定的要求。所以呢，这个是测试我们 RF800 最好的场景之一了。等不及了，想看我冲浪的打1，想看我怎么拍冲浪的打2，咱们下边见。第一次学冲浪，不瞒您说，第一次学冲浪，在澳洲这么久，一直看着觉得冲浪这事眼馋，但是一直没敢下水。我踏踏实实找教练，找教练教我怎么搞，好吧？我估计我走到沙滩椅子了。我操，我图何许呢？这是。就不过来。有Right away 好，你拿到第一个浪，再站起来的话，大概划了5、6次吧，2、3个小浪之后找这个大浪，然后游，还站在板上，有点像滑雪，但是又不像滑雪那么稳。好玩。冲浪这事儿啊，远比我想象要简单，远比我想象的要好玩。哎呦，刚才这路子玩的太开心了。然后在冲浪的时候呢，这个摄影师胖猫用800毫米镜头给我拍了2张照片，给大家放出来，太好玩了。800毫米这支镜头啊，真的是长，焦距真是超长。你别忘了，这是一个真正全画幅的超长的焦距。但是呢，拿在手里呢，并没有想象的那么重啊。这支镜头的重量是1.2公斤，比佳能的 EF7200 2.8甚至还要轻。做到这么轻，是因为它使用了套筒的设计，在你不用的时候给它收小，用的时候呢把它给它伸长。记住要锁紧啊！如果你不锁紧的话，相机是没法进入到工作状态的。那这个设计的好处就是说，在你背负的时候，它可以缩小到最小的状态，然后放在背包里，在使用的时候再拉长嘛。基本上一改了以前大家使用800毫米镜头必须得出门要推个小车那种状况。这个镜头啊，虽然重量轻，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尺寸非常长嘛，所以你在拍照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左手依托在整个镜头的，你就算是什么都不拿，空手
拖着这个手10分钟，你试试，这个一定会累得受不了。所以呢，这支镜头呢，它特意在镜头的底部增加了一个脚架的接环。说到云台，大家一定要选择一个承重大一点的云台，让这个镜头呢有一个更平稳的一个运动。哎，这点是必须要说一点啊，就是我们之前用长焦镜头上云台的话，需要把防抖关掉，但是 R5 和这支镜头的防抖，我不知道是加入专门的智能算法，加上云台以后，它依然可以给我非常平滑的这种增稳。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这支镜头的前口口径是95毫米，非常大的前口，但是呢，因为它焦距太长，800毫米，所以呢，换算下来光圈就是 F11。F11 光圈是固定光圈，您没听错，这个光圈是固定的。F11是最大光圈，也不能收小，那就有问题了。我怎么来进行曝光控制？曝光的调整是3要素：光圈、快门还有感光度。现在呢，光圈是固定，那快门的调整就需要通过 ISO 感光度的调节来进行啊。所以呢，感光度的调节是在使用这个镜头的时候非常常用的一个操作。您需要来改变相机的感光度，来设定这个镜头的快门速度的一个基数。打个比方，我要拍摄这种冲浪。要快一点的快门速度，凝固它动作的话，2000分之一秒的快门速度，那我就需要至少把它 ISO 放在1600甚至3200。那如果我也想拍摄一些动感的东西的话，我可以把感光度上到800、600甚至400通过这种方法来调节。所以你看，感光度调整就变成了使用这个镜头非常频繁的一个操作。那为了达到快速调整，这支镜头在前面专门增加了一个自定义的转环。这个转环呢，我现在把它定义成感光度调整，而且呢，它是带刻度的，我可以清楚地感受到我现在感光度调整多少，非常方便。那这支镜头的画质表现如何？我觉得谈到所有长焦镜头画质之前，咱们先说2件事儿，一个是它的对焦表现，另外一个它是防抖怎么样。因为超长镜头，如果您拍出来的照片又虚又抖，那徒劳说这个画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那先说它这个对焦吧，这支镜头使用是 STM 步进马达，这支马达的工作怎么说呢？你能感觉到它的安静，还有它的力量。在驱动这么长的焦距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对焦速度跟一支普通的中焦镜头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的，而且呢，工作起来非常的安静。如果您是拍摄那种野生动物的题材，配合这种安静的对焦，再加上 R5 这种小的机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一个组合。那再说它的这个防抖啊。光学镜头的防抖，再加上机身的防抖，加起来呢，号称可以达到8级。我们测试一下拍摄静态照片基本上可以达到125分之一秒手持。当然了，我这铁手，几乎是可以是反地球吸引力的这种存在。我们之前说您使用相机的时候最好用这个独脚架，但是独脚架和三脚架主要的作用呢是用来您解放您的双手和双肩，可以长时间持握。这么超长焦的巨头，就算是您的呼吸，甚至是风吹向您的机身，都会引起巨大的抖动。所以在这里边呢，防抖就起到了非常的决定的作用。佳能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做的是可以非常满意的，基本上是在所有的相机的镜头和这个机身防抖里边是第一梯队的。无论是拍摄照片还是拍摄视频，可以给你非常好的感受。我们在拍摄很多这个冲浪的题材的时候，根本来不及用脚架嘛，直接用手持拍摄，那的画面真的是很稳，而且是那种可用的稳。有了非常好的对焦还有防抖，那么咱现在可以说说画质了。我觉得这么一个简单的筒子，没有更多的一个移动的镜组，而且连光圈都是固定的。如果画质要是做的再不好的话，那就别叫佳能了。4500万像素的 R5 是完全可以喂饱的。大家在拍摄远距离物体的时候可以得到更多的细节，但是在这里面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当你用到这么长焦镜头的时候呢，你免不了尝试去拍摄更远的物体。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空气的透度。因为距离增加，所以在中间的水汽包括大气蒸腾的作用呢，会导致你整个画质的下降，包括它的反差下降和锐度的下降。您放心，这不是镜头的问题。我们测试了一下比较理想的拍摄的距离大概是在100米到200米之间。这支镜头呢，虽然不是红圈镜头，但是也绝对给你红圈镜头的锐度。佳能嘛，镜头
这是看家的本领，做坏了那就是丢人了。我们这期节目的 A 肉 B 肉完全就是墨尔本的旅游风光片，带着大家看不同的背景。这条路呢是大洋路到 Torquay 必经一条路，可能路上车非特别多，有时候会有一些噪音但是给大家看看风景总没意见吧？说到这个相机和镜头的组合使用感受怎么样？我觉得是这样。画面能不能拍清楚，咱看的是镜头的素质；那能不能拍到你想拍的物体，那看的相机。在无反时代，我觉得主要考验2点，一个就是相机的自动对焦，尤其在智能主体识别方面的能力，还有一个相机的连拍能力。对焦方面，我觉得 R5完全是不用操心的，用过人都说好。这次呢，也让我非常的这个满意啊。EOS 4R5的自动对焦，无论是从准确到它的反应速度上，都是一流的，完全没问题。我们在拍摄冲浪者的时候，它可以从层层的浪里边找到、识别到我要拍摄的主体，而且紧紧把焦点跟在它上面，然后我只要把精力完全放在构图上和抓拍就 OK 了。这点方面完全没问题，非常好。那再说它的连拍能力 ，R5 的连拍速度起步就是每秒20张 ，EOS R5 它的连拍速度是每秒20张，就这么说吧。EOS R5 在刚刚发布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跟它任何的体育机联系在一起，因为以它的做工、以它的质感、以它的手感，跟体育机没有半毛关系。大家注意一点啊，佳能引以为豪的 EDX 系列，从每秒10张跃升到每秒14张，花了整整10年的时间。而且相机的像素只有1800万像素 ，EOS R5 进场就是4500万像素，每秒20张。我觉得无反的未来前景就毋庸置疑了吧？那这支800毫米镜头的意义在哪儿？我觉得就是好玩加刺激，给你根本之前没有过的感受。大家之前自己用过最长焦距镜头是多少？咱们弹幕走起来，200、300、400、600还是800？好玩是这支镜头最大的意义，它可以让你看到肉眼之间看不到的东西。大家别瞎想啊！长焦镜头不光是可以把远处物体拉近更多的细节这么简单，长焦镜头它可以实现这种超级的空间的压缩感，这种前景和背景超现实的空间压缩感，让你的画面看起来与众不同。用这种800毫米长焦镜头，你可以尝试拍一些，比如像城市题材的照片。这种空气的扰流、热浪，这是之前你从来没有感受过的。当然了，你也可以拍摄一些运动题材，然后像这个还有飞机的飞友，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这支镜头非常有意思，佳能之前的800毫米的镜头大概价钱是它的10倍，那这支镜头它的价钱只有1700刀。你这么来说啊，大家可能会花1500刀买支8到15的鱼饵，为什么？因为好玩。那有些人也会花1200刀买支微距，为什么？因为好玩。那这支1700刀的800毫米长焦镜头也会让你觉得是非常好玩。佳能 RP 系统呢，现在有2支，一支600，一支800。我建议您要买就买这支长的，玩就玩一个痛快。当然了，如果您拍摄的题材是那种野生动物，运动起来相对比较激动或者不可预期的话，我觉得那支 RF 100到500依然是一个好的选择。当然了，您再加一支800就可以把您整个焦距补齐，那肯定是非常的过瘾了。当然啊，800毫米这支镜头在使用的时候还有一定需求、一定难度的，您必须手非常准，拿起来就可以拍到自己想拍的东西。这个对于您拍照的基本功是非常强的一个考验。OK， 又开始下雨，咱们换个地方说话。那这支镜头不就是长焦版的小痰盂吗？你看啊，佳能那支塑料感十足的50毫米小痰盂，虽然价钱便宜，但是让很多人享受了定焦镜头的乐趣。我觉得这支镜头也一样，它基本上宣布了这种以前没法想象的镜头的参数变成一种可能。以前单反相机你需要买一个机身，然后呢，为了实现这些画质或者功能，你需要花很多的价钱去买这种高规格参数的镜头。但是你大胆设想一下，未来了佳能的 R 系统，我如果有这个 R5、R6这种超级平台，是不是可以使用更多完全不可想象，甚至这种超出你之前所有的这种这个理解常规的一些超级的镜头来存在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佳能这一套 R 系统给我们所留的想象。好了，今天呢跟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关于这个 R5 配合800毫米 f11这支变态的镜头所给我带来的超级的体验。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请在评论下方给我留言。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
请大家继续关注采风摄影大毛毛文，咱们下期再见。